上一集和毕老师聊到，为了人吃餐饭菜，他努力即使睡着了，身体也能保持不倒，也是拼了。是的，出家3、4年了，再笨也都会了。有没有可能你需要的睡眠时间比一般人更长些？倒有这个可能，但在当时，我只是跟随大家的作息，压缩睡眠，并没有想太多。在出家的第4年里，我感觉越来越悲伤，就像生活中不再有快乐了。如果长期睡眠不足，也容易抑郁。而且阿姜查的教法体系和禅宗很接近，都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信，人生万法都受到犯我一如的影响。如果走错了路，很容易陷入虚无。虽然感觉很美，但真正练习起来，常常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或者以为自己就是了。我的确喜欢禅宗，也时常感觉不到方向感。虽然我也努力和内心对话。有一天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跪在佛像前说：“请帮帮我，我真的好无助。”接着，我开始跪拜，一次又一次的跪拜，一次又一次的跪拜。我边拜边哭，慢慢的又放声大哭，但还是继续在拜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一切竟然又平静了下来。对，情绪会来也会走，道理虽然简单，但每个人身处在这样的情境中，都会觉得难受，都想迅速摆脱。如果是普通人，现在都通过刷手机、酗酒来解决，但这样的方式都是陷阱，只能越陷越深。当你接受现实，接受最坏的结果时，反而没事了。有时候我也会陷在低谷中，感觉什么东西都不对了，我就念死无常，死都能接受，我还怕这些？再好好睡一觉，很快又精神抖擞了。接下来只要把焦点放在自己可以改变的事情上，即使开始只是放在呼吸上，或者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上，状态都会慢慢改变。是的，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，但每个人总想找个顶锅的，这都是因为我爸妈，都是因为同事，都是因为领导，或者干脆否定自己，我太没用了。这些念头都是非常片面的、武断的，看到了，再轻轻放下就好了。但这并不容易，需要反复练习。是的，到了我出家第7年时，我决定回欧洲，这是我7年来第一次想回去。回瑞典吗？去英格兰，我听说那里有森林派的寺院。我喜欢英国，而且那里还有比丘尼。我喜欢比丘尼，虽然这听起来有些奇怪。本能的冲动，这是路边社喜欢拿来用的段子。就是说，虽然泰国拒绝比丘尼，但在英国他们就左右不了了，是吧？西方人不接受这样僵硬死板的规定，但在出发欧洲之前，我想从我当时所在的寺院徒步500公里，回到最初的那间寺院，通过这个方式来纪念我这7年的经历。500公里得走半个月吧？期间你住哪里？行脚在泰国很常见，泰国寺庙挺多的。主要的问题是我没有钱，也不能碰钱，没有食物，要背着所有的东西，所以一路上只能依靠遇到的好心人。50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徒步到太原，还1分钱没有，够酸爽的。还好啦，穿过森林容易迷路，我就沿着公路走，所以在路上每天都会有10几辆车停下来问我：喂，要不要带你一程？不必了，我全程只能徒步。你需要钱吗？不用了，我是森林僧，不能碰钱。你需要吃的吗？不要了，我一天只能吃1餐，今天已经吃过了。拜托，让我做点功德嘛。好的，有可乐吗？泰国人好热情。他们还喜欢调查我的各种信息，我出家几年了，上了几年学啊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，梦里有没有出现过什么数字呀？而且他们还会把这些答案记下来。干嘛？后来我才弄明白，他们要买彩票。泰国人普遍都相信，在森林打坐的比丘有神秘的力量，供养我有很大的功德，连我触摸过的东西都能给他们带来好运。哼，加持一下，怪不得对你这么热情。是的，民间信仰都差不多。之后，我就来到了英国的寺院。除了能接触到比丘尼，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，这里一天吃2餐，有早餐。好嘛，你的重点是不是错了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在英国你们也乞食吗？
我们也乞食，如果有需要加工的，要自己做。在泰国，我们乞食受人尊重，尤其我还是来自西方的僧人，但在英国就很不容易了。我在英国第一次乞食时，正走着，就有车停下来，司机摇下车窗就冲着我们吼：去找份该死的工作，兄弟！估计在中国也差不多，警察叔叔得把你们抓走，店铺的老板可能也不会欢迎你们。在英国，我们就被认为是寄生虫，衣着品味差，发型奇怪，性取向不明的可疑人物，时不时会有羞辱袭来。但是，当那位司机破口大骂之时，我发现我竟然能如此平静，竟然无所谓。哈哈，脸皮厚了，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其实是内心坚定了，挺好的。这几年我的脸皮也厚了，也扛揍了。我这2年多说的内容，感觉比我前面40多年说的加起来都多，还经常要被骂、被诅咒。哪有什么伟大，都是被揍出来的。是呀，的确是被揍出来的。当我出家10年后，也获得了阿江的称号，这时就要承担起教学的责任了。我在英国第一次带领周末闭关时，焦虑的不行。我又跑到佛前跪拜：佛呀，我现在很焦虑，我想安住在当下。闭关期间，请让我所说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流出。当我们面对具体的事情，特别是很重要又有挑战的事情时，突然间你可能会觉得很焦虑，因为你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：我们的控制力十分有限。我无法保证下一期视频会得到足够的共鸣和流量，你无法保证在带领闭关时会发生什么事。是的，当我越想控制生活中的一切时，我就越感觉孤独、焦虑。但实际上，大多数最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我的控制之外。这次闭关也进行得很顺利。又过了几年，我和另外一位僧人一起去英国南海岸的怀特岛徒步。快中午时，我们脖子挂着钵，站在大街上乞食。那里有很多商店，人来人往，至少有上千人经过，但没有一个人和我们说话。我们换了好几个地方，结果都一样。之后，警察来了，要驱逐我们，说在怀特岛禁止行乞，而且有商店投诉，说我们奇怪的发型把那里的客人吓跑了。如果在北上广深，你们的遭遇可能也差不多。我们辩解说，我们不是行乞，我们乞食是随意的，没有任何强迫性。但没用，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，而且禁食了24小时，当时又累又饿。在泰国规定12点之后就不能吃东西了，而英国实施下令时间在下午1点之后就不能吃东西。当时已经12点半，只剩下半小时。当时我想，今天恐怕吃不上了。但同行的比丘没有放弃。不到1分钟，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走到我们面前，她好奇问我们：小伙子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是僧人，正在乞食。就是说，你们是要饭的。怀特岛是信仰上帝的岛屿，不该有人在这里挨饿。你们要吃什么？任何食物我们都会感激的接受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内容。那可不行，我辛苦赚来的钱，当然要买你们喜欢的。于是，他给我们买了我们喜欢吃的点心。不久，另外一对来自加拿大的情侣也走了过来，他们让我们稍等，飞奔到超市。5分钟后，我们就提出装满4个手提袋的食物。我们很感激他们，为他们唱诵了简短的寄颂，找到安静的地方，坐下来安静的吃东西。好可爱的老太太，现实就是这样，经常会遇到惊喜 ，surprise。我制作的内容在国内经常被封杀、被限制，在某乎被封杀了，在小某书被封杀了，某音和小货站也经常这样。偶尔他们又会网开一面，但阴晴不定。即使我放了出来，视频发到油管，也是长时间没有流量。慢慢的，开始有几位支持者，还有来自台湾的朋友们的坚定支持，所以能坚持到现在，再次谢谢各位。是的，我们不会总是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但放下执着之后，常常会有惊喜。在西方通常都说，上帝关上一扇门，必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。对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之后，我不仅要讲课，还要接待访客，规划寺院工作，回复电子邮件和电话，
还有很多行政工作。简单来说，我就像这寺院的 CEO。但我出家可不是想过这样的生活。我倒认为您来来回回都是想逃避，特别是当你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局限性时，不得不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，你就想逃。你无法接受无常，无法接受这就是了，所以你时常表现出厌倦。很多人也是无法接受当下的现实，所以通过各种分心手段刷视频、打游戏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知道地球的另一头发生了什么。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展现自己的形象，永无止境的浏览各种奇闻异事。你觉得这就是自由？但你要知道，即使是世尊，在当年，比丘们也不一定全听他的，该吵架吵架，该打架打架。我们期望事情应该有个不同的结局，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这就是事实。我们要做的是接受它。一旦你接受了，反而不会再觉得被约束了。老子连死都不怕，这些毛毛雨啦。你说的没错，是这样的，但我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，在我出家17年时，经过20年的冥想，我已经不会再打瞌睡了，而且我越来越喜欢冥想。有一天，内心突然有个声音冒出来，该还俗了。还俗？怎么会想还俗呢？出家太长时间了，我已经非常熟悉这样的节奏，开始进入了机械模式，就像已经提前开始养老了。没有激情了？是的，但做这个决定很难，我来回思考了半年。在中国，出家10几年、几十年的和尚，已经跟社会隔绝太久了，还没有谋生的技能。这些人跟亲人基本都断绝了关系。中国的寺庙很多都是通过做经忏和法会来赚钱。这些僧人变老之后，不再能干这样的事情了，就会被寺庙赶走。而如果离开了寺庙，他们很多连生存都难以维持。如果还俗，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风险。而且我在南非组织闭关时，我去爬山，腿被咬伤过。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血液丧失了正常的凝血功能。2周后，在英国，我查出得了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。从此，我再也无法进入深度睡眠。得了这个病之后，生活在寺院就很不方便。2008年10月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就分别给各寺院的比丘和比丘尼朋友写了告别信。1个月之后，我告别了他们，回到瑞典。我租了一个小屋。瑞典的冬季，无尽的黑暗，我无法入睡，忧郁，没有工作，身无分文。瑞典的国民福利向来不是很好吗？失业率也挺高的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呀。如果想申请社会救助金，就要先注册为求职者，但我的社会救助金申请没有被通过。出家的这17年，我的职业技能是空白的。在中国，很多还俗的和尚都只能打零工、送快递、送外卖，但你不行。是的，当时我爸妈一直在支持我。我已经17年没有花过钱了，回到现实世界才发现，金钱竟然如此重要，什么都要钱，而且昂贵的程度让我感到震惊。是呀，现实就是这样。不久，我就得了抑郁症，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醒来，焦虑，而且极度悲观。我孤立了自己，从来不接电话，朋友们也不再打过来。后悔吗？花了17年，人生中最有冲劲的阶段。当时我也一直这样折磨自己，花了17年，努力在精神上成长，以为我会成为 bling bling 的智者，结果现在却成了瑞典最倒霉的失败者。就这样过了1年半，我越来越孤立了。1年半，那好难呀。如果谁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你要知道，你并不孤单。抑郁症现在在全球都蔓延得很快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特别需要家人朋友的关心，也需要主动与人交往。是的，这很重要。在这1年半里，我坚信一切只会越来越糟，期间多次想结束生命。1年半之后，爸爸跟我说，他们要取消对我的经济支持，我必须自食其力。老爷子这是奇招，也是险招。他是对的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出来教冥想。赶鸭子上架，但有份工作对你绝对有好处。是的，当时瑞典教冥想的
大多是外国人，他们用英语教课，因此很需要会瑞典语的老师，所以我很受欢迎。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，这让我找到了归属感。之后，我接到越来越多的演讲邀约，到企业里、到机关里演讲。我发现，在这个社会里，还是有我的立足之地，还有人觉得我的演讲很有价值。之后，我还接受了电视台的访谈，也因此认识了我未来的太太。居然从黑暗中见到了光明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欲知毕老师之后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。愿大家能直面生活的无常，接受无常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我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可以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